最近大家都在谈论地方债务化解的问题，说什么10万亿的超级刺激要来了。但咱们先别急着高兴，这里面的水有多深，今天我就给大家算一笔账。先说个让人瞠目结舌的数字，到今年6月底，中国地方政府的合法债务加上隐性债务，总共达到了99.39万亿。这可不是我瞎编的，这是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李建军在金融街论坛上说的。大家想想，这是什么概念？相当于2023年中国 GDP 的80%啊！咱们来拆解一下这个吓人的数字。合法的地方债42.23万亿，这是明面上的；城投债和其他隐性债务57.16万亿，这是暗地里的。而且李校长说了，这还没算上那些地方政府隐形担保的债务呢。如果再加上中央政府的30万亿国债，中国政府的整体负债率已经超过 GDP 的100%，远远超过了国际警戒线60%。说到这儿，可能有人要问了，这债务是怎么欠下来的？大家想啊，过去这些年，地方政府为了 GDP， 那是大手大脚的花钱，修桥铺路、盖楼造城，哪个不要钱？但问题是，这么多钱从哪来？我给大家算个更吓人的账，光是今年前9个月，地方政府就要支付利息1.04万亿，这还只是明面上的债。更要命的是隐性债务的利息，2023年高达2.53万亿，是明面债务利息的2倍还多。两项加起来就是3.80万亿的年度利息支出。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地方政府光是付利息就占了财政支出的 11.14%。按照国际评级机构穆迪的标准，利息支出占比超过 10%， 就是严重的债务风险警戒线。这数据说明啥？说明咱们地方政府已经陷入高危区了。而且更可怕的是，很多城投平台现在发债利率都要到 8% 至 9%。为什么这么高？因为市场已经对他们失去信心了。你想啊，一个年收入10万的人，每月光付利息就要花掉1万多，这日子怎么过？官老爷们现在说要用10万亿债务置换来解决问题，说白了就是用低息的新债换掉高息的旧债。但大家想想，一个人欠了100万，现在换成低息贷款还剩95万，这日子能好到哪去？所以啊，这10万亿的所谓大招，充其量就是个止痛药，能暂时缓解一下地方的债务压力。但就像打止痛针一样，药效过了，该疼还得疼。而且这还是在最理想的情况下，如果经济继续下滑，这些债务的压力会变得更大。那么说完了地方债务的规模，咱们来谈谈这些债务对老百姓的影响。很多人可能觉得，反正是政府的债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大错特错。首先说最直接的影响，工资发不出来了。这可不是危言耸听。现在已经有1线城市的区级政府悄悄把公务员工资往后拖。你想啊，连公务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，那教师、医生、环卫工人这些公共服务人员的工资怎么办？我给大家算个账，一个普通的地级市，每年光是发工资和保基本运转，也就是3保支出，至少需要100亿。全国332个地级市，光是3保支出就要3.32万亿。而现在很多地方政府的收入连利息都付不起，这钱从哪来？更严重的是养老金问题。据专家测算，到2024年底，中国养老金缺口可能达到10万亿。而地方政府本来应该按比例给养老保险补贴，现在自己都揭不开锅了，这养老金缺口谁来补？第二个影响是房价。很多人都把房子当储蓄，但你们想过没有，为什么最近这么多烂尾楼？就是因为开发商资金链断裂了。而地方政府现在自己都是债台高筑，哪还有钱来救市？据统计，
全国烂尾楼保守估计有900万套，激进估计有2000万套。这意味着什么？几千万老百姓的血汗钱打了水漂。再说教育医疗，地方政府没钱了，教育经费、医疗投入第一个就会被砍。我查了下数据，2023年很多省份的教育支出增速只有2%至3%，连通货膨胀都跑不赢。医院更惨，有的地方连医保都在控制使用额度。最可怕的是什么？是通货膨胀的风险。政府要化解这么大的债务，无非就是2条路：一是增税，二是放水。增税，现在经济这么差，企业都活不下去了，怎么增？那就只能放水了。而一旦放水，物价上涨，老百姓手里的钱不就越来越不值钱了吗？所以啊，这个地方债务问题说到底就是在挖老百姓的口袋。现在政府说要用10万亿来化债，听起来很厉害，但这10万亿够干啥的？连利息都不够付。我给大家再算个账，就算这10万亿全部投入使用，按4%的利率，光是付利息每年就要4000亿，而且这还没算上以前的债务。如果按照现在地方政府99万亿的债务规模，每年光利息就要3.8万亿。这是什么概念？相当于每个中国人每年要为地方债务多付2700元利息。最后说个更吓人的，你们知道为什么最近1线城市的区政府都在卖资产吗？因为实在没钱了。很多地方政府开始变卖资产回笼资金，比如有的地方在卖政府持有的商业地产，有的在出售国企股权。更令人担心的是，这还只是开始。按照目前的趋势，2024年会有大量城投债到期，规模超过3万亿。而2025年更是高峰期，到期规模将近4万亿。这些债务到期了怎么办？不还，那信用就崩了；要还，那就只能借新还旧，利息越滚越多。所以说，未来几年老百姓的日子只会越来越难过，工资涨幅跟不上物价，养老金随时可能不保，房子可能成为负资产，医疗教育支出还要增加。这才是地方债务危机给我们带来的真正灾难。现在官老爷们总喜欢说形势一片大好，动不动就说经济触底反弹了。但我劝大家还是要有个心理准备，该存钱的存钱，该囤货的囤货。毕竟这个债务的坑，最后总是要老百姓来填的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地方债务这么严重，中央政府打算怎么解决？最近的人大会议上，政府提出要用地方专项债置换存量隐性债务，说白了就是用低息的债务换掉高息债务。听起来是个好主意，但这真的管用吗？咱们来算算账。就拿一个普通的3线城市来说，假设它有1000亿的城投债务，平均利率是6%，每年光付利息就要60亿。现在用3%的专项债来置换，利息能降到30亿，看起来省了不少，是不是？但问题是，这个城市每年的财政收入也就200亿左右，你减了30亿的利息支出，但本金还是1000亿啊。而且地方政府的收入来源主要是靠卖地，现在房地产市场都这样了，土地收入能有多少？就算省下30亿利息，也就是杯水车薪。更要命的是什么？很多城投平台的债务都是短期的，1年、2年就要还本。我查了数据，2024年到期的城投债高达3.2万亿，2025年更是要到4万亿。这么大的还款压力，光靠置换利率能解决问题吗？再说个更吓人的数据，据央行的统计，今年前3季度城投平台的新增贷款只有6000多亿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银行都不敢给地方政府放贷了。为什么不敢？因为大家都知道这钱可能收不回来。
现在很多城投平台的评级已经被下调到了垃圾级。你想想，一个企业的信用评级这么差，它发债的利率能不高吗？有的城投债利率都飙到10%以上了，这不是高利贷是什么？所以说，这个债务置换充其量就是缓兵之计。就像一个人借了高利贷，现在换成银行贷款，利息是少了，但债还是那些债啊。而且最关键的问题在于，地方政府的造血功能在哪里？我估计接下来会有3个情况。第一，更多的维稳资金会投向1线城市。为什么？因为北上广深这些城市要是出问题，影响太大了。但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2、3线城市的问题可能会更严重。第二，地方政府会想方设法创造新的收入来源，比如加大各种罚款力度，增加各种收费项目。前段时间不是传出某些地方连行人过马路都要收费吗？这种事情以后只会越来越多。第三，更多的地方政府可能会采取拖字诀，就是能拖就拖，今天说改革，明天说研究，后天说规划，就是不给钱。现在很多地方的工程款拖欠1、2年都是常事。说到底，这次的债务置换就像是给病人打止痛针，痛是暂时不痛了，但病根还在那里。而且这个止痛针还特别贵，最后还是要病人自己还钱。更糟糕的是，这些年地方政府的很多投资都是低效或者无效的，修了很多根本用不上的高速公路，建了很多空置的工业园区，造了很多没人住的鬼城。这些项目不产生收益，债务怎么还？所以我觉得，未来几年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局面：一些经济实力强的地方靠着中央的支持勉强能维持，但更多的地方可能会陷入恶性循环，收入下降导致还不起债，还不起债导致信用变差，信用变差导致借不到钱，借不到钱导致发展停滞，发展停滞又导致收入下降。这个局面用一个成语来形容，就是债多不愁。为什么不愁？因为愁也没用，只能听天由命了。